好了，我现在手里拿的是三星刚刚发布的 S22 Ultra 这款手机。好家伙，就在大家都以为三星将取消 Note 这条产品线的时候，三星也确实取消了1年啊。21年并没有 Note 这条产品线，但是在22年，我们发现它又以 S 系列的名字回归了，对不对？包括它标志性的手写笔也依然在这里。首先，当我们提到 S22 Ultra 的时候，就很难和三星的另一款Note 20 Ultra， 也就是2年前、1年半以前吧，发布的一款机器进行对比。这两款手机在外观设计上真的非常的像，比如说它们的顶部都采用了一个极其平整的这样一个边框，底部同样是一个极其平整边框，包括下方都有一个 S Pen， 而且它在侧面边框上都采用了这种微曲面的玻璃，这种设计呢，使得这款手机虽然在厚度上明显要比 S22 和 S22 Plus 要更厚一些，但是拿在手里，感觉还不错，很圆润。这两款手机啊，它们两个屏幕大小，我自己对比了一下，好像 Note 20 Ultra 反而还要更大一些，会更高一些。这款手机的屏幕呢是一个6.8英寸的屏幕，重量我上手没有拿到准确数据啊，我上手预估应该是跟 S21 Ultra 比较接近。我给大家对比一下，左边是 S22 Ultra， 右边是 S21 Ultra。从 S21 系列的这个设计风格，在 S22 Ultra 上完全没有继承下来。这一次我觉得 S22 Ultra 一个非常成功的升级点，也是非常提升质感的点，就是它的镜头模组凸起被控制的非常好。我给大家对比一下。这是 S21 Ultra，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镜头模组有多厚，但这个是 S22 Ultra， 它们两个镜头的参数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改变啊，应该是一个微升级版，但是它凸起的效果明显要下降了非常多的一大块。你看镜头排列其实是一样的，对吧？都是左边3个镜头，右边2个镜头，中间夹一个闪光灯，但是它在凸起的厚度方面几乎抹平。S22 Ultra 它的后盖是磨砂材质的，非常细腻的磨砂材质。如果让我说这款手机唯一有一点小缺陷，就是它的这个黑色镜头这5个点和白色的这个后背机身有一点突兀。所以如果你觉得突兀，我建议你可以选深色。这次 S22 Ultra 推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深色版本，叫做飞影红啊，有一点绯红女巫的这种感觉啊，猩红女巫这种感觉。它的这个颜色呢，和 Note 20那个红色相比，明显要发紫一些，更低沉、更低调一些，但是非常好看。而且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，这个黑色的镜头和这个紫色的机身进行对比的时候，不会那么的突兀，整体的一体性呢会显得更强一些。大家觉得这两款手机哪个更好看一些？它的侧面边框也是这种深紫色，或者说这种飞影红的颜色，这款就能看出这个高端机质感。大家觉得呢？就我本来如果让我在这个 Ultra 里边选啊，我肯定会毫无疑问的选白色，因为我是一个白色党嘛。但是当我看到这款飞影红的时候，我有一点心动。这一次呢，这两款不都是配备了 S Pen 吗？它的一个细节就是 S Pen 的笔帽和这个机身颜色是统一的，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 S Pen 拿出来，你会发现它里边的笔的部分都采用的是黑色的，对吧？这是跟之前 Note 系列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别。S22 Ultra 它的底部边框，从我视觉上来看啊，是要比 S22 Plus 要略宽一些的，略宽一点吧，但整体来说两者都已经很窄了。我来说一下 S22 Ultra 和 S22 Plus 在屏幕上的一些差别。首先，它们两个峰值亮度都是1750尼特，对比度都是300万比1，但是它的分辨率最高是 WQHD 级别的，也就是3088×1440，而 S22 Plus 则是一个1080p 级别的。另外，虽然都支持120赫兹的刷新率，但是 S22 Ultra 它是支持最低1赫兹，最高120赫兹，但是 S22 Plus 是最低10赫兹，最高120赫兹。这两个的差别就是它在使用的时候会极致的省电。拍照方面呢，这次这款手机它的前置镜头
搭载的是一个4000万像素的前置镜头，这一点也是要比 S22 Plus 和 S22 1000万像素呢要更高一些。你可以在选择2档之间进行切换，当然三星的这个2档呢，变化不是很明显啊。然后后置镜头方面呢，相当于是和 S21 Ultra 上的一个升级，就是它的主镜头依然是一枚1.08亿像素的镜头，然后呢有一个1000万像素的3倍光学变焦，有一个10倍的1000万像素的10倍光学变焦，还有一枚超广角镜头，相当于是4枚镜头组成了这样一个镜头模组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激光对焦传感器，这是一个闪光灯，它支持100倍的一个变焦，我给大家拉到100倍啊，看到了吗？而且这一次呢，它除了依然非常稳定之外，它还增加了这个拍照的清晰度算法。右手边的是 S21 Ultra， 左手边的是 S22 Ultra。我们先拍一下这张照片，好，1、2、3，走你！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张是我使用 S21 Ultra 拍摄的。我现在拍摄，好，大家来对比一下，左侧的是 S21 Ultra。右侧的是 S22 Ultra， 同样一个位置，同样一个距离，能够看到吗？这次噪点的消除，对比度的提升，色彩的准确性，能够看到吗？好了，然后我现在给大家测试一下 S21 Ultra 和 S22 Ultra 在主镜头夜景下的一个表现啊。在几乎全黑的环境中，这是 S21 Ultra 所拍摄的一个照片。现在用 S22 Ultra，S22 Ultra 这次有一个类似于所见即所得的即时预览，哎。看一下，合成哦，左侧的是 S21 Ultra， 右侧的是 S22 Ultra。从目前对比来看，我觉得两者的解析力应该是几乎相同的，但是在颜色表现上 ，S22 Ultra 要表现得更好一些。那这一次 S22 Ultra 把这根手写笔回归之后，其实在功能上来说，和 Note 20 Ultra 的那些功能呢，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变化。依然，比如说我们抽出来的时候，它会弹出一个菜单，对吧？比如说，你可以在这里写画画，你可以按住这个按钮，大家看它上面依然有一个按钮，然后这是橡皮，可以直接擦掉。比如说，我现在摁住，哎，这就进入这个相机界面。然后比如说我摁住往上滑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切换镜头。哎呀，没想到隔了这么长时间不用，我还记得这些手势。比如说我上一顿乱滑什么？哦，这是截图，对不对？这些手势和Note 20 Ultra 都没有改变。你也可以支持息屏速写，比如说现在是息屏情况下，然后你拿出来，然后可以直接在上面写字。今天这些功能呢，相信熟悉 Note 用户的同学都不会陌生。这次据说它的这个 S Pen 延迟降低到了2.8毫秒。要比之前降低了3倍，但整体上来说呢，这个 S Pen 我觉得没有特别多的新玩法，因为我自己的使用体验来看，就是手写笔到现在呢，基本上就已经技术上，单纯从技术上来说已经到头了。我觉得三星可以更多的去开发一些笔刷，对吧？提升开发一些绘图的工具，这样让使用 Note 的同学呢，可以拥有一个更好的生产力表现。有一个小细节的改变，我跟大家说一下。这个白色的是Note 20 Ultra 的笔，这根手写笔呢，它是一个亮面的塑料材质的，但是到了 S22 Ultra 上，它变成了一个偏怎么说橡胶材质的，有一点点这种磨砂塑料橡胶的这种手感，大小上应该是完全相同的。我现在把这根笔放到S22 Ultra 里看看能不能用。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完全可以。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改变呢，这款手机搭载的同样是骁龙8新一代骁龙8芯片，然后配备了一个5000毫安时的电池 ，X 轴振动马达，然后支持45瓦最快的有线充电，这应该是也是三星目前最旗舰的一款机器了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我在现场给大家带来的三星 S22 Ultra 手机的一个快速上手体验，一些更新的点，以及和 S22 Plus 一些差异的点，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参考。我是钟文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